嘿，今天玩玩具了嗎？无敵的青龍，最強的白虎。本集來看看由萬代出品的《超合金魂 GX119 龍虎王虎龍王》，登場於超級機器人大戰 OG 系列，不過初登場是在遊戲《超級機器人大戰 Alpha》，以超級系主角的後繼機登場，同時因為是兩機合體，因此副主角也會一同搭乘哦，而不是系列常見的駕駛不同機體。相較於龍虎王在遊戲各個系列都具備頂級的戰力，但虎龍王在一開始並不好用哦，後續幾個系列才變得真正可以跟龍虎王的戰力並列。龍王機、虎王機，在蚩尤種挖掘出來的四神超機人之二，對應青龍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之中的龍還有虎，是古代制作的半身體兵器，並具有自我的意識。有一段時間很常被挖出來拯救世界，打完之後破破爛爛的又封印回去啦。在正史世界登場的時候，也因為破爛的程度太大了，所以有拿古伦加斯特3世的零件做修補，就不會有駕駛艙打開來有個古代骨骸躺在裡面。先從龍王機來對照，不用說差異甚大，已經是你哪位的那種程度哦。可以理解，因為原設計的合體機構就是超現實啦，因此為了商品化，採用拆解跟部分合體的方式。但既然都沒有在管原設計的機構了，你腹部巨大的鏤空給個造型補件是有什麼困難嘞？更不用說龍鱗完全沒有重現哦，還有為了變形機構，整個犧牲掉龍王機的頭部造型，還有嘴部可動，因此此形態嘴巴張開就會看到臉啦，然後那個翅膀跟尾巴我們後面再說。再來對照虎王機，不用說差異甚大，同樣是你哪位的那一種程度哦，也一樣腹部巨大鏤空給個造型補件是有什麼困難嘞？然後整個上軀幹造型完全不知所以然，多做個造型替換件，然後頭部拔掉改裝在替換件上，都會比現在這個樣子好啊。然後頭部跟龍王機一樣，為了變形機構直接犧牲頭部造型還有嘴部的可動哦，直接連虎王機的虎王咆哮都閹割掉了耶，因為你張嘴就會看到臉啊。龍虎合體，先把龍王機的翅膀拆掉，接着把下半身拆掉。兩隻前肢也拆掉，身體中心的連接墊還是要拆掉。龍嘴打開，把臉露出來，然後把龍頭下壓，臉頰兩側的鰭片向內折，頸部後面的角往內推，脖子中間這塊拉起來，下面的腹甲下翻之後，運用連接桿整個往上拉，接着連同脖子還有頭部都往下轉，最後讓脖子的斜角度往後。頭部從中間穿出來之後，兩邊鰭片翻開，脖子中間那一塊也一起往上抬。虎王機下半身分離，連接件拔掉，兩隻前肢也都移除，中間裡面的腹甲往前翻出來，左右兩肩往上抬90度，中段的連接桿騰出位置。將龍王機的腹甲從虎王機中間穿過去，虎王機的兩肩向後轉，與龍王機的兩胸接點結合，龍王機穿過去的腹甲與虎王機的背甲貼合，然後將腹甲折疊，虎王機的背甲後段也折疊扣上龍王機腹甲的接點，最後龍王機的背甲再整個把背包給包覆起來。龍王機的下半身與上半身的接點向後翻。中間的零件也翻出來，兩隻龍爪逆足折回人形的立足，小腿裝甲往上移到膝蓋，腳踝向內縮，腳掌180度轉向之後，將龍爪向前轉，先裝上上半身後段的扣點，再裝上虎王機的扣點，前置的龍爪轉正，兩隻手臂裝回去。最後翅膀也裝回去就完成啦。龍虎王以龍王機為主體的合體姿態，擅長空中戰與水中戰，但看來在宇宙空間也可以自由戰鬥啦。雖然招式看起來都是遠距離的法術攻擊，或是直接召喚一座山來壓毀敵人，不過最強招式還是拿刀出來砍啦。雖然個性較為理性沉穩，不過被打到逆鱗之後會很生氣哦，而且還會失去理智。不算頭上的龍角，整體的高度大約是21公分，是比預期小只了一點啦。但這次的合金含量還不錯哦，龍虎王大概有這麼重。對照原設定，明顯是以合體後的樣貌為主要的方針啦。
所以外形的還原程度比起單體來說是高上了不少。雖然變形合體機構依然會有影響啦，不過綜合來說，外形的表現已相當優秀。原始外形的設計有一點像是穿着道袍的術士，不過本款的比例較為修長，因此道袍感就沒有太明顯啦。中間虎王姬抱手手的重現相當加分哦，不過上胸也因為另一個合體形態的需求，兩側有明顯的鏤空就比較可惜啦。還有就是沒有附屬替換臉。沒有全機塗裝，主色藍色是塑膠成型色，而且沒有重建鱗片啊。白色部位是塗裝，沒有看到有透色，甚感欣慰。金色部分是香檳金加上電鍍零件哦，多少有撐回了一些質感，但我想要鱗片啦。頭部的可動性依靠根部的球形關節，但嚴重被胸前的紅色零件給妨礙啦，而且還會刮氣哦。雖然左右轉動依然沒有太大問題，不過向下低頭基本上不能從正前方啦。身體是一隻虎王姬在那邊當連接件，所以不能轉動哦。手臂轉動沒有問題，只是連接桿變形需要插拔，而且有點細啊。根部不能向前或向後。肩膀裝載是獨立零件，還有連接桿，但整體的調整幅度都不大。手臂抬舉可以達到90度，有點意外哦。上臂可以轉動，手臂彎舉幅度很不錯。手腕有單方向變形關節，但又不太到，這邊我反而希望有多一個球形關節啦。手本身可以轉動，五指龍爪皆為可動，但都只有一節關節哦，因此基本上它不能握拳。髖關節沒有特殊設計，但外形干涉不大。大腿前抬舉可以超過90度，側裙夾有些微的可動，水平抬舉大約是45度。大腿可以轉動，膝蓋彎曲的幅度很大，可是那個關節外露有一點醜。大腳掌整體的可動範圍尚可。尾巴既然是造型先決，因此只有根部可以轉動與稍微的上下擺動。然後就是尾巴的末端可以轉動，這邊對把玩的滿足度來說，多少是有點影響。但影響最大的莫過於是翅膀啦，兩片翅膀根部是球形關節，但翅膀本身只有一個單方向的可動，這邊超級偷懶欸，明明中段可以再做一個上下可動啊，都還沒要求羽翼要能展開耶，好歹要讓人可以把翅膀給打開呀，擺姿勢帥氣度整個大減欸，失望。龍虎王幾乎所有的招式都是法術，因此也不用想說會附屬什麼互動配件啦，但至少可以附個夾着符令的替換手啊，有個小氣。主武裝是從尾巴末端的寶珠變化而來，寶珠可以拆掉保持聯繫，這一點有點欣慰。柄跟是獨立零件，但是柄並沒有塗裝，而且末端的寶珠跟尾巴的比好像小了一點。一般刀型的龍王破山劍沒有錯哦，叫做破山劍，但是造型是一把刀哦。刀刃有塗裝，不過我覺得整把尺寸可以再大一點啦。絕招的刀型逆鱗斷，跟一般的刀型截然不同的外觀，外形上的氣勢有道哦。但與一般刀型一樣，我覺得尺寸真的可以再大一點啦。虎龍合體，同樣虎王姬與龍王姬都先拆成上半身，然後前肢都先拆掉，會比較好操作。虎王姬很簡單，把虎頭拉起來，嘴巴打開，把臉給翻出來。龍王姬上半身的變形跟之前差不多，不過臉部不用翻開來，並且左右胸要向後轉180度哦。龍頭的位置也要與胸部平行，再將腹甲往前翻，背甲有2處可以往下翻開的地方。最後，左右胸有卡扣要反出來。虎王姬的左右胸與龍王姬來結合。龍角往下壓的時候要注意一下。虎王姬的前背甲裝在龍王姬的前背甲上，後背甲有接點接在底部。最後，虎王姬的後背甲再接上去。下半身的獸爪逆足轉正直立，上下半身有3處連接點扣上。虎王姬的前肢同樣爪子翻成手部的位置，再將2手臂給裝回去，
最後裝上虎龍王用的小翅膀就完成啦。虎龍王以虎王機為主體的合體姿態，擅長陸戰與高速戰，但看來在宇宙空間也可以自由戰鬥啊。招式與武裝幾乎都是以近距離的格鬥戰為主，雖然速度極快，但分身術並不是虎王機所有，而是龍王機讓渡給他的法術。另外，虎王機很喜歡古倫加斯特三世的磚頭，所以有把它沿用至自己的武裝招式之中，可是後面都沒有再用了。虎龍王的身高是比龍虎王矮一點沒有錯哦，但整體高度大約還是20公分。重量上因為主要的合體部件不太一樣，所以還是要量一下，大概就是這麼重。對照原設定，虎龍王的外形還原度也是很高哦，原本就是壯碩武鬥派的風格，也還原得相當出色。不過原本膝蓋的圖樣感覺是在正中間啦，可是在商品化之後感覺比較靠外。正如前面提到，武鬥派純物理系的粗壯風格，本款在呈現上非常的到位，中間龍王機爆爱心的重現非常加分。原本上胸的鏤空處也因為龍王機的頭比較寬，因此剛好填補了空隙。軀幹造型完整度上是比龍虎王來的出色啊。真要挑剔，應該是雙肩手臂連接點有一點突出啦，還有就是沒有替換點。沒有全機塗裝，主色白色是塑膠成型色，色系比較偏向是乳白色。虎斑紋路採用霧面，搭配金色部位的香檳金，視覺感不錯。部分位置同樣採用的電鍍零件哦，明顯不多，只是點綴。肩膀與膝蓋4根紅色尖刺都是軟膠。還有背後龍王機的小翅膀，原設定跟遊戲裡都是藍色的耶。頸部的位置偏後，整體活動度會稍高於龍虎王，主要是因為外形的干涉比較低啦，但同樣低頭的幅度有限哦。身體是一隻龍王機在那邊當連接件，所以是不能轉動的。然後後面的老虎尾巴完全不可動，手臂轉動沒有問題。根部連接感與龍虎王是同樣的設計，因此也沒有向前或向後的範圍。手臂抬舉是雙段關節，幅度相當巨大，但是因為連接感實在是太細了，玩的時候要小心點哦。上臂可以轉動，手臂彎舉幅度不錯，但略低於龍虎王。手腕有單方向變形關節，但用不太到，這邊反而希望有多一個球形關節啦。手肘本身可以轉動，五指虎爪皆可動，但都只有一節關節，因此基本上它不能握拳啊。髖關節沒有特殊設計，但外形的干涉不大。大腿前抬舉可以超過90度，側裙甲是球形關節，水平抬舉大約是45度，比預期來的低。大腿可以轉動，膝蓋彎曲幅度很大，小腿也有多一個彎折的部位。大腳掌可以轉動與前後調整，雖然接地頸套造型的預設角度，但可以把變形關節下拉來提升接地性。不過因為腳掌轉動關節不夠緊實哦，穩定性需要特別的注意。虎龍王有飛拳武裝，虎王飛拳，但本款手臂不能拆啦，所以不能重現。附屬雙節棍，連挺亂打，遊戲裡也只有出現一個，所以就只附屬了一個。中間的鎖鏈竟然有塗裝哦，有點意外，但整體的重量不會太重。握持固定的接點就只有一邊有。附屬大關刀一把，但這一把的名稱叫神速槍哦。除了2根軟膠假刀碎之外都有塗裝，但上面的金球也有塗裝啦。造型有殺，氣勢有夠，還有透明零件包住哦，但我覺得它可以再大把一點。最後是地台支架，附屬了一個太極，但是都沒有塗裝，都給這個造型的塗裝一下是會怎樣嘞？然後附屬了2根一般的混支架，擺明不讓你飛上天。龍虎王應該算是機戰 OG 系列數1數2不好商品化的機體，合體結構超現實，還要單體與合體共4個形態要顧，確實是難度偏高的玩具啦。雖然說人氣度上應該算不低，但還是僅限於機戰的玩家圈，因此就商業角度來說，也確實不一定是個好項目。所以超合金魂發表要做這個的時候，我一度以為應該採無法變形合體，然後龍虎王跟虎龍王分2次出，結果萬代竟然出變形合體版。只是實際拿到把玩之後，有一種意料之中的失望啊！倒不是說整個結構不好，或是整體不好玩，用拆件合體這個完全可以接受啊，畢竟合體方式跟蓋特一樣膩。但龍王機跟虎王機2個形態看起來就很過度啊，好像就是有做出來就該感恩的感覺。都用拆件的，卻不把外形用替換件來提升完整度啊，這就不擺明是在偷懶了嗎？合體之後的狀況也差不多，無論是龍虎王還是虎龍王，
兩者的外形與結構說實在都有其水準啊，雖有小瑕疵但都還能接受。但龍虎王的翅膀不能展開，你是要玩家怎麼擺帥氣的龍王破山劍嘞？至少也附個大吼替換臉吧。而虎龍王這個武鬥派，手動作超局限，更不用說指頭關節不足，連握拳都辦不到，那至少給個替換拳頭吧。總之，整體來說，我個人給這一款的評價依然是有一定程度之上啊，畢竟考量到難度還有稀有度。但也就是因為在這款之後，不知道還會不會有其他的廠會做，所以期望也會比較高啦。可是萬代總是不令人失望，也令人失望，有些可惡啊。就這樣，記得點讚、訂閱、分享，拜拜。